拜托 ATM， 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未来银行里面的现金相当多，希望各位用智慧来提款。是的，今天是夏日皮肤保养攻略。哎呀，全部是医师，观众朋友一定要看这一集啦。对，您算是捡到便宜啊，不然他们看诊费是很贵的，因为这些医师也不看劳保健保的，都是自费的。对，自费。 OK 我们首先介绍廖艳丽廖院长，好。大家好，花哥好。教大家如何擦正确的防晒擦法。对，因为出去很怕晒。防晒、喝水、阴凉处，一定要记得这3件事。那可是防晒不是你擦越厚叫做防晒效果越好，你一定要做一个智慧型的，像行长这么样的，银行都已经智慧要 ATM 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很智慧的去看它的数字。所以防晒最重要的是我们的 SPF 要打50，然后再来 PA 要3加。对，然后如果你很会流汗，你要擦防水。好，接下来介绍这位是肖永贤，你好。嗨，医师好，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贤医师，女人的好朋友。对，哎，为什么有美女当医师呢？比较难看到哈。哪有？什么意思啊？今天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看到他就说他美女？太针对廖院长。廖院长是美女啊，对不对？说年轻一辈，我们也没上过节目嘛，因为我们看我们做这个以前做医师好了，看过的医生很多啊。这句话更糟糕了，年轻一辈。那个是国防医学院，是国防医学院哦。但刚刚特别说女人的好朋友，为什么？因为我本身是妇产科专科，那就是我发现非常多的女性朋友老老少少其实都非常怕看妇产科医师，对，然后其实有很多就是私密的问题，我们都希望就是可以帮他们解决，所以我的确就是有非常多的好朋友们、女生朋友们都会不管任何问题都愿意来就是找我们来。要找他啊！如果有想要让自己的妹妹更漂亮嘛，真的就请找他。他没有做男生的啦，男生是李金良在做。来，欢迎李金良。阳明大学医学院哈，他现在医美诊所开几家，你知道吗？几家？好几家，还有这个他还有兽医诊所啊。你说兽医的医美还是兽医？兽医院，兽医院是因为他有宠物的问题。哦。因为我今天是特地来这个 ATM 提一点钱，因为我女儿去欧洲游学，然后常常增加一些学业的疗程，我就说没关系，我来跟行长申请一点经费。我是绝对今天一定是第1名的，因为我是台中一中53届校长市长奖毕业，知识的阳明医学大学88年毕业，然后台北荣总整形外科专科医师。同时呢，我想把女生的潜移网打尽，我就成立了胖胖猫小孩医院，我将来做一个连锁的。那我医术好到一个，就是我做过的乳房应该是比你进过的厨房还多，然后做的奶头比你吃的芋头还多，做的鼻头比你认识的小毛头还多。所以今天呢，你来主持好了。所以今天呢，我都是一些学长、学弟、学姐啊，对，很抱歉，今天的冠军是非我莫属。哇塞，第一轮就呛瞎成这样。他太客气，这能赚多少？最多赚4、5万块。对啊，他在那里等都损失了好几10万了。没有，今天来看看我也不错啊，对不对？开心啊！对啊，你看我女儿陪着你女儿，不就是去？你还能想来拿你那个岳父的钱？对，开玩笑，对，要凭本事来了，好不好？凭本事。是。请大家答应我，因为我跟那个行长的默契太好了，因为至少曾经在同一个屋檐下蛮长一段时间，所以等一下作答的时候，麻烦行长不要看我，因为我一看到他就大概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好了，接下来介绍是黄宏明。Hello， 各位观众好。院长好。这个也是医美诊所的院长，对不对？哇，今天都是。是，您开业多久了？我目前开业第4年，然后我的诊所的话是在桃园高铁站旁边。桃园那边。对，我主要是乳房外科医师，所以我主要都 focus 在胸部啊上面，所以鼻头啊、眼头我大概都不
会这样。因为看到大家都吹成这样，你自己好好吹一下啊。好，我当然是啦，没有错，我的专长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当然得说，我在这里一定要比其他医师还要再厉害一点点。对，是的。接下来介绍是王君瑜啊，你好，君瑜好年轻哦。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君瑜医师。你都很长哎。对，也是因为现在自己开诊所，整形外科。所以您的专长是？对，其实就是10年前我刚从就是整形外科训练完以后，对，然后我就是有到韩国去看一些他们的手术。那个时候其实韩国就非常的盛行整形手术。哦，现在医美的东西可多了，各位只怕你没钱而已啊！来，欢迎5位专家，欢迎。接下来介绍2位，那么专家，超人气新闻主播朱思翰主播你好 ，Hello， 大家好。健康专家刘怡礼营养师你好，营养师好。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男主角，请讲游戏规则。好，这回合的银行金库准备了6万元，每答对1个答案是3000元。那抢答之后轮流作答，6万元要抢完为止，或是呢2题题目要轮完为止。对，总共2题哦，如果没答完的累积到下面的赢者全拿。这一题是由朱思翰主播来举圈或叉。男主角，请出题。想要修修脸，但不想被同事发现，现在不动刀也能帮你重拾自信。根据网络大数据调查，网友最热议的10大非手术医美有哪些呢？意思就是非侵入式的啦。对，请讲答。王君瑜，你说你是厉害。肉毒杆菌素，因为肉毒杆菌素啊，它其实在夏天你记得你要讲答案之前，不要把别人答案讲完了哈。哦，不能讲出别人，就专门讲你这个就好。好，你说什么？肉毒杆菌素啊，在夏天它其实非常的有效，因为啊，我们的腋下其实常常这边会湿一片，那肉毒杆菌素其实可以拿来止汗，它就打在腋下，那它会抑制我们的汗腺的分泌。那你如果不想要很尴尬的话，其实你就来医美打个肉毒杆菌素，大概1瓶50U 就可以，很有效。可是问题它是有时效性嘛，对不对？撑多久？撑1个夏天。哦，有时候半年1年差不多都这样。来对我说，没有错。来请加3000。廖怡礼。玻尿酸。玻尿酸。对，玻尿酸。已经大家耳熟能详20年了，是目前最无害的这个注射的针剂。那它的效果最重要的效果就是拿来除皱。那除了除皱以外呢？除皱不是打肉毒吗？那你要看什么皱纹啊？动态纹的时候用肉毒，静态纹用玻尿酸。那除此之外，其实有很多年轻人他拿来打这个黑眼圈。像前一阵子我才帮我儿子打黑眼圈。黑眼圈？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窝比较深。你会不会把答案都讲完了？没有，我没有，我只讲了玻尿酸。OK， 好。对，了解。玻尿酸对我做，没有错，是热搜的第2名。永贤，换我了吗？好，那我再讲刚刚的雷射除毛，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大家才想到要做雷射除毛。但是其实，夏天最常热搜啦。但其实该做的时间就是真的是还没夏天的时候，就该就是每个月定期做了大概5到10次，其实就可以有蛮明显的一个效果。毛发可以明显的变少跟变细。没有错。你加3000。不管夏天冬天，每一天啊，每个人都会怕老，怕自己松弛。所以呢，电波拉皮系列都一直是这个最受欢迎的。那之前有艺人代言的这个好像叫凤凰电波，但是凤凰电波是打的是人，不是打林心如。很多人会以为是打鸟的，实际上它凤凰电波是让你美的跟凤凰一样。没有错，那个凤凰不是凤凰电波拉提是这个排行榜的大概第3名的位置。对，可是电波有分很多种呢。好，来请加3000。黄宏明。好。其实电波都来了哈，现在医美的最流行的疗程就是电音双波啦，所以一起做的这个音波，我相信应该也都会有在这个排行榜上面才对。那它主要就是能量比较深一点，然后打在筋膜层的地方，制造更好的一个拉提的效果。对，音波对我总，音波是第4名。来请加3万块。不是3000块，要给他多少？3000啊！感谢行长，感谢行长。音波是拉提，然后电波是除皱，可以这样算吗？可以算，音波比较真诚拉提。是，一般人如果真不准，还先要咨询专家。对，他会告诉你哪个需要打，哪个不需要打。好，来君怡。好。
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那种胶原蛋白增生，比如说像是童颜针，因为还蛮多女生她会担心说打玻尿酸会可能在光下会亮亮的，很明显。那如果是一些胶原蛋白的增生剂，它打进去是刺激胶原蛋白增生的话，其实就不会有这个困扰。那除了打在脸之外，其实像私密处啊，它也是可以打胶原蛋白增生剂的，可是它应用的非常广。没有错，这个3D 聚左旋乳酸就是刚刚讲童颜针，其实就是这个舒颜萃啦。对，在排行榜上面是用这个名字。好的，请加3000。廖毅还有，既然讲到打针的话，那就还有少女针可以打。对，这么一个少女针，就是也是胶原蛋白的增生剂，所以胶原蛋白增生剂目前市面上有几个种类。那其实我自己个人会认为，你胶原蛋白增生剂最好跟玻尿酸合并在一起，因为胶原蛋白增生剂你真的要长到胶原蛋白的时候，你要连续打3次，可能长达1年。那你当下如果打一点玻尿酸的时候，它可以立即有效果，可是打了这个胶原蛋白增生剂又可以维持它的效果。对，双管齐下。双管齐下，对。没有错，这个是第8名伊莲丝哦，它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它就是被叫做少女针啊或奇迹针。那它跟刚刚提到那个不一样，是它里面还有多一个这个凝胶在里面，所以打进去的时候那么奇迹，就是说会马上见效，会先蓬起来，这个东西吸收之后啊，你胶原蛋白长出来，然后这个后续，所以比如说2代童颜针啦、奇迹针，就是讲的这一种。OK。那我讲皮秒雷射。皮秒雷射，大家知道100遮3丑，尤其是我们东方人，就是超怕黑又超怕斑，所以我们就是以前可能有很多什么红宝石啊，好几代，但是现在最行的应该就是皮秒雷射，它可以同时解决我们毛孔粗大，然后还有一些斑点。浅层、深层蛮多都可以解决。OK， 没有错，皮秒雷射是这个排行榜的第1名哦。第1名哦，很多人做，很多人。来，请加3000。好，来，你尽量。现在有很多这种比较短效可以操作的、疼痛感比较低的一些拉皮剂。那我个人觉得是之前有帮小珍做的那个叫做超微波，我觉得蛮有效的。可是超微波，我想这些网友应该是知识能力会不会太新？它不会列入前10大，所以我会回答手扶波。什么叫手扶波？手扶波就是借在这个真的有度没有那么深，它是有历史的，对不对？对，不是你最新的一定会讲。它比较新吧？是不是4、5年？他那天跟小珍在影片两边弄半天，我就知道那个是新的东西，一定是没人知道啊。是梁咏琪那一个，对，梁咏琪，因为这个公司它的行销费弄得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手扶波。索夫波，哎，对我说 ，Wave， 对，索夫波 Software， 它是2023年才进台湾的，所以有在排行榜上第9名。对，后面还剩最后一个，我觉得这真的有点难。因为其实大概脸部的微整，以亚洲人来说，蛮喜欢做的就是鼻头，因为我们亚洲人天生鼻头稍微比较没有那么的挺，所以3根这一块大概3根跟鼻头这一块大概可能是有些人想去找李院长，但是又觉得可能太贵，然后还在努力存钱，那中间可能就是会去找其他的地方来去做一些填充的东西。那3根的话，我自己知道有一个东西还蛮不错的，因为它效果蛮持久，所以我猜应该可能会上榜。这个东西我想一下，这个东西叫那个，好像叫精亮瓷，就是微晶瓷类的东西，它是一个很硬的东西，这样。那可以维持多久？这个很久，这个几乎是半永久啊。没有错，排行榜第10名，精亮瓷或微晶瓷都可以，就是代理商不一样，所以名字不一样。很辛苦，厉害。来，请加3000。完全，而且超平均呢。不是因为啊，谁讲错，谁敢去他诊所？就是大家拼实力了，你看到没有？讲到赚钱的东西，大家背得耳熟能详。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吗？请因为这个是网友热搜的嘛，所以其实第1名就是皮秒。因为皮秒现在大家好像觉得说，好像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做皮秒，好像去咨询就说就先做皮秒好，因为它其实最主要是针对这个色素的击破这些色素啦，所以你的暗沉啊、刺青啊，或者是一些斑啊都可以来处理，而且它也可以刺激到你的这个胶原蛋白一些增生，所以皮肤可能比较凹凸不平的，也会有人推荐说打皮秒，甚至是其实因为皮秒的速度很快嘛，所以然后又可以敷麻药，比较不会那么痛，然后恢复期也比较快一点点，所以是大家很热门想要做的。那么另外可能大家就会想要问说，有一些电波跟音波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刚刚说微晶瓷啊跟玻尿酸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大概都是这一类型的问题。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是要做这些东西呢，当然还是要跟专家们有深入的讨论，先知道说自己有没有对什么东西过敏，然后就是说这个疗程、这个效果是不是你想要的，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讨论过后，遵循专家意见之后再来做哦。接下来呢，我们请刘以礼营养师来举圈或叉，来，请出题。蟹肉棒竟然没有螃蟹的成分哦，因为商人为了降低成本，有时候会用一些假食物来代替，导致我们周围有许多假食物陷阱。请问有哪些常见的假食物？请作答。廖以礼，还有章鱼烧。章鱼烧有假的、啊？章鱼烧有可能里面没有章鱼，我吃过。然后再来呢，他为了便宜，因为吃下去才知道没有章鱼嘛，就是，然后接下来他为了便宜，他可能里面放鱿鱼。哦，用鱿鱼。对。或者放软糖也蛮像的哦。有可能，那没有海鲜味啊。没有海鲜。对。对我做。答对了。有的。哦，讲得很气愤的哈。加3000。哎，肖永贤。我说鲔鱼罐头。鲔鱼罐头不是鲔鱼，它里面是鱼，但是因为鲔鱼有的时候现在越来越昂贵，所以很多都会用比较便宜的，可能是用青鱼或用什么？对，煎鱼啊什么的。来，答对了。哎，请加3000。议长，我觉得最容易被骗的都是一些鱼啦，我们俗话就有说什么鱼目混珠啦，像这个像鱼子酱就是很常见啊。鱼子酱，只要看那个包装很漂亮，然后打开黑黑小颗的。就有心理作用，觉得它用咸咸的就很好吃。看包装，其实里面其实都不是，就咸咸的一些鱼，因为大部分鱼子酱是用鳟鱼做的。对。答对了，请加3000。黄医师。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因为喝红酒，那当然就会配一些cheese类的东西。所以其实我印象中，好的cheese跟坏的cheese中间有蛮大的差别，甚至好像有一些cheese也会。不知道会好像不是用牛奶去做的，可能是填充物填出来的这种这种假 cheese， 我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有假 cheese 对或错？可以稍微再描述一下什么样的 cheese？ 就是那种比较硬的、干的，然后有中间有洞的那个叫帕玛森还是什么嘛？帕玛森 cheese 类的东西吧，我想就是帕玛森 cheese 答对了。好，请说，那真的有加，可以补充一下。对，其实帕玛森cheese其实它主要刚开始来源都是全部来自于在意大利的产区。对。然后他们后来发现就是别的国家开始仿造，那甚至于有时候他们可能仿造成，比如说像你们在吃披萨或意大利面，它加的这种粉状的。这些所谓的号称帕玛森cheese的，那实际上呢，它不是，因为它的原本在意大利的这个产区，它的流程还有它的添加物其实是没有的，它就只有盐，然后还有所谓的 cheese， 然后牛奶、盐还有磷乳镁这3种，然后甚至于他们意大利他们这个产区那几个产区，大概目前在3个到5个产区里面，他们就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发现仿的卖的比他们更好，而且产量更多，所以他们就现在就开始推出一些标志出来，比如说刚刚医师讲到，就是可能整块cheese的表皮，它可能有一个叫做所谓的 DOP 的英文字母，它就是原产地的名称保护。那甚至于他们现在研拟哦，就是在cheese里面用酪蛋白做成晶片。那未来你可能有时候扫 QR code， 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不是来自于所谓的意大利的帕玛森cheese。黄俊。就是我常带小孩啊，我们会去超市买东西，那小朋友就会被果汁吸引。那常常有那种初榨果汁、鲜榨果汁，然后我会拿起来看，它上面就会很小的字写说内未含有新鲜果汁。然后我再翻过来看，我想说，那你不就果汁吗？你怎么会没有新鲜果汁？然后翻过来看，它就是一些蔗糖啊，然后食用香料啊这些的。很抱歉，答错了。它是错在，因为现在我们的法规确实有提到，就是说，它会标示，比如说你是还原果汁、浓缩果汁这些，它都要标示清楚。但是事实上，如果你有认真去看它的标示里面，其实大部分它都是所谓的浓缩果汁。那浓缩果汁的意思就是说，它可能是取那个地区最便宜的水果，比如说啦，像巴西，它最盛产的就是橘子。那它很便宜，很大量，它就把这个橘子加热，然后浓缩之后变成浓缩果浆，所以它本质其实还是水果。然后到了可能某一个，比如说你卖到哪个地区，然后它可能再兑水下去，变成还原果汁。所以你要说它是假的，是不能说它是假的，因为它的
原始的来源是水果这样子，然后只是它可能中间做的一些过程这样。来，廖英丽，有一个很常见的假食物就是初榨橄榄油。里面为什么它是是假的大豆油，廉价的大豆油。哦，那因为太多人向往这个地中海食物了嘛，而且说它对心血管有益嘛。对。那刚刚林继良讲了一个名言啊，他说顶新都出来了，哪里还有能真的？对啊，地沟油。对，所以所以你说橄榄油，我的意思是橄榄油，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对或错？答对了。真的哦。好，那我怎么知道哪个才是真的啊？你说买便宜被骗就算，还花很多钱被骗的。对啊，对啊，花越多钱的越会被骗啊。怎么去分辨营养师？对，其实我们目前台湾进来的橄榄油啊，其实在卫福部那边有一个宣称是说，几乎都是原装进口的。对。那他们就是说，在台湾你也只能相信说原装进口、原产地，他告诉你就是冷压初榨就是对的。可是呢，确实在前几年，刚刚廖医师提到，就是说前几年在欧盟那边，尤其是意大利，他们是这个橄榄油最大的产区，他们就有被踢爆好几十起的这种橄榄油假冒事件，都是用便宜的大豆油啊，然后可能加了一些味道风味，让你感觉好像是很清爽的初榨橄榄油。而且很有趣的是，意大利呢，他们自己在讲哦，就是说他们每年其实生产大概30万吨的橄榄油，但是他们去统计自己意大利区域里面跟其他国家他们放出去的橄榄油加起来是30万吨的3倍，所以其实有些都是假的，对。来，那我再讲个类似的鳕鱼。鳕鱼，来对或错？恭喜答对了。你讲这个我印象蛮深的，那个枫糖胶常常都是里面都没有一些这个蜂胶的成分啊，蜂胶，它只有一个甜甜的味道，然后你以为你怎么喷这个喉咙会好，嘴破会好都不会好，对，喷久了还糖尿病，答案是错的。好，怎么了？接下来是黄宏宇，我自己经验上是跟咖啡有关，因为其实咖啡大家都很喜欢喝，可是其实很多人没有办法用那种，就是真的像去星巴克啊，或者去手冲咖啡拿咖啡粉磨出来的那种。煮的或者什么？对，我自己以前也很喜欢去买那种即溶咖啡，一包才台湾才2-3块钱而已。那去越南玩的时候那种更便宜，但是后来喝一喝发现的时候，会真的不舒服。然后后来那时候喝完的时候才发现到说，好像有一些咖啡它是因为它是全部都粉状的，它里面只要甜甜的颜色出来是咖啡色的，好像就是真的了。这种我知道这个好像真的有假的。假咖啡对我错。答案是错的啊。其实应该是讲早期的假咖啡确实有加一些色素啊，或者是让它颜色比较漂亮，但是它本身还是从比较劣质的咖啡豆磨成粉，然后对，然后再加一些可能因为不够香嘛，然后不够颜色漂亮，所以可能再加一些色素进来。可是它的本质就是它是劣质的咖啡豆，它还是咖啡。还有4个答案。我觉得越稀有的、越高贵的越容易作假。例如松露油，我常常在想到底有多少松露除了吃以外还能够做成油，所以松露油应该是里面有加香气的松露油，就做成像松露的味道。对，其实它不是松露做出来的。对。对或错？答案是对的。请加3000。廖英丽还是吃的比较厉害哈。那我就枫糖浆。枫糖浆。对，因为其实在美国，大家吃松饼都会加枫糖浆，但其实最后其实就变成加在松饼上的糖浆，然后大家都叫枫糖浆。那真正的枫糖浆应该是就是大部分在加拿大产，然后是枫树淬炼出来的，可它不该这么便宜，因为现在枫糖浆其实超级便宜。答案是对的。对的。请加3000。还有2个答案哦。可以继续哦。应该很容易抢哦。他们没有了，就你了。没有了，就我们是你们2个啊。还有吃的很贵的食材啊！你刚刚不是吃的很贵的食材？还有阳澄湖螃蟹。对，所以我在想，阳澄湖螃蟹应该有那种因为在印尼曾经发生过，就是它那个螃蟹其实不是真的阳澄湖螃蟹，而是说它用阳澄湖的水来养殖。可是你这个会错，因为它还是真的还是螃蟹哦。好，那我换一个可以吗？这样当然可以。假豆腐。假豆腐。对，因为豆腐其实你吃起来口感，你可以用各种的淀粉来把它做成像豆腐的口感。那会不会成本比豆腐还高？那就要看用什么淀粉哦。可能要叙述一下是什么豆腐。
就是豆腐有很多种，这个就有一点困难了。没有啦，时间。5、4、3、2、1。好，停止在15000。那个芙蓉豆腐，来不及了，来，叫开始。我本来想讲别的，可是刚刚那个答案应该是百叶豆腐吧？百叶豆腐是错的，错，你看也是，所以你讲也是错的。它也还是豆腐，它也还是百豆腐。叶豆腐里面还是有大豆成分，只是说因为它有大量的油脂跟其他的添加物，但是它本质上它还是有大豆。那就鱼豆腐，没有我知道不算了，是不是换我了？没有啦，没有。你们6万块抢的只剩6000，这6000待会会留到下一轮嘛？那假鱼翅呢，算不算？假鱼翅有发生过，对，有些它根本不是鱼翅啊，对，它其实是用一些比如说纤维啊、胶质啊去组成的。我们请补充一下。其实还有一个是刚刚真的差点答对的这个豆腐系列，就是说像杏仁豆腐啊、芙蓉豆腐啊、鱼豆腐啊，它里面都没有豆类。对，像杏仁豆腐它是水啊、鲜奶啊、杏仁粉下去调成的，只是做的样子像豆腐。对，然后芙蓉豆腐本身它也不是用淀粉，刚刚其实廖院长有答对，它太晚讲了。然后鱼豆腐其实是鱼浆，所以吃素的人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鱼豆腐。然后我要特别补充一个，刚刚答案里面有一个，因为大家都会比较想要知道这个鲔鱼罐头，就是说对，因为很多人会给小朋友吃鲔鱼罐头，然后实际上呢。鲔鱼罐头里面呢，它用的是所谓的这个煎鱼，大部分都是煎鱼系列的。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的法规是有合法的，就是说，因为鲔鱼跟所谓的这个煎鱼，它都是属于青科鱼类，那青科鱼类就有14种。那这14种都可以做成鲔鱼罐头，所以如果你真的就是说在选择鲔鱼罐头的时候呢，它的营养价值是有差别的哦。比如说鲔鱼罐头跟这个煎鱼来比的话，鲔鱼罐头的 Omega-3是它的3倍以上。所以如果你很在意的话，现在市面上也有真的是鲔鱼罐头做的鲔鱼，所以你一定要详细去看这个营养标示。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如果不想要吃到你觉得你花了这个钱，然后买到不是这个东西的话，第一个看营养标识，就是那个成分标示很重要。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毕竟刚刚提到橄榄油啊，或甚至有些东西它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你就只能换厂家买，就是可能今天买 A， 明天买 B， 后天买 C， 这样你才不会买到。总有一天会撞到对的。来，我们宣布他们奖金。好，廖医师15000，肖医师15000，李医师9000，黄医师9000，王医师2000。好，接下来还有留6000，留到下一轮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我们请乡里说这回合的规矩。好，这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2个选项，答对的话累积奖金，一个人代表1000块；答错的话，本轮就淘汰了。那每一轮呢，最后留下的那位可以把当时金库里面所累积的金额全部灌给自己，赢者全拿。总共进行3轮，第1轮请出题。不是只有女生会容貌焦虑，男性可能也存在容貌焦虑。在婚恋市场中，总用半残来形容男性什么？A. 身高太矮 ，B. 发量太少。2个都不好听，来，请作答 ，A 或 B。那个廖院长，按 A 或 B， 不用抢答。来，你按。好。你选择发量太少是半残。对，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心理影响非常大。对。所以这半残不是外表半残，是心理半残。发量太少。李进良，因为你那么高，我觉得残这件事应该是困难治疗，几乎没有办法治疗才叫残。人家如果可以恢复的话，应该不叫做残啊。他的意思是说，身高太矮是补不了。以前那什么听说把骨头打断截骨头，有人做过对不对？但没有成功。有人做。其实后遗症吧。现在这种截骨的这种手术哦，其实听说欧洲就土耳其那边土耳其还是东欧那边非常的发达，而且很便宜。前一阵子有那个新闻，然后说日本的有一个男子啊，他为了让他自己从170。花大概好像90还100多万吧台币，然后就飞去那边做，然后长了10公分，长到变180。那能走路吗？可以走，但是不能跑步了。对啊，就是韧带没办法长强，那干脆把头发直高一点，直个我们垫个头皮的那个好了。而且如果就是掉发，还可以剃光头，也蛮酷的。对，所以我选发量太少，还有个原因是因为生发药常常会影响性功能啊。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像吃那种半颗的降血压的药好像不会影响。
一般医师新一代的有新一代的，对，如果你这样去信，他不是每个人都要吃法的嘛，每个人他看你的发量的问题，然后说啊，你这个可以先用吃药先看看，对，3个月观察，如果没有进步，再想办法吃法，对不对？对，那个不会影响。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身高太矮。美国有一些主流文化，就带给我们大家觉得理想的男性外表，就是又高又帅。那又高非常重要，所以男性的最明显的容貌焦虑其实就是身高。那甚至呢，很多台湾男性都被嘲笑过说，你如果不到175公分，你等于就是半残。请你考虑旁边的人。好，改成170好了。也不到。所以我决定要把头发去直长一点，高也就170了，差1公分就可以了。哎，好，2位请到旁边休息啊。9签哦，下面一题请出题。缺乏胶原蛋白，除了会造成皮肤松弛显老，还有可能产生什么身体状况 ？A. 眼睛干涩 ，B. 皮肤长痘。请作答。哦，通通选 A， 眼睛干涩。哦，这个其实我是用猜，因为我觉得皮肤长痘应该还是一些油水不平衡，跟一些就是皮肤有一些细菌的这些有关系。那蛮多的，就是在我们比较老年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黏膜的地方其实会比较干涩，有眼睛干涩啊，口腔干涩，然后甚至是女生的私密处也会干涩。为什么人到年纪大了就所有的干哦？就是细胞里面含有的胶原蛋白其实就缺乏，但是裤裆永远湿的，尿湿也会尿到鞋子，鞋子不是的。什么都什么都干的，就藏在那个烂漏尿漏成这样。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眼睛干涩。其实胶原蛋白除了有维持肌肤弹性的功效之外哦，它也是眼角膜结构非常重要一部分哦。所以如果你缺乏胶原蛋白，当然眼睛的并发症也会有的，像眼睛干涩啊、红肿甚至疼痛。那你一般会以为这个是用眼过度才会发生的，其实啊，你缺乏胶原蛋白也会。那有时候你觉得你缺乏胶原蛋白，你就会想要补一些有胶原蛋白的食物，像是高脂肪食物。猪脚啦、鱼皮啊，用这种方式你补的话，其实你会不自觉的吃入太多的油脂，反而内分泌变化之后，你会容易长痘痘哦。对，还没补到，已经补到油了，脂肪也多了。来，请加3签。下面一题，请出题。难兄难弟在现代指的是同甘共苦的朋友，请问起初的含义是什么 ？A. 兄弟才华难分高下。B. 兄弟能力一样差劲，不是极好就极坏。来，请作答。哦，就李院长说难分高下。对，另外2个则选择兄弟能力一样差吗？黄医师？因为难兄难弟嘛，基本上大概就是属于比较没有我因为有这个难字啊，所以我想这应该不会是一个太称赞的一个言辞。对，如果说两个才华都很好，难分高下的话，他或许可以用什么余量相争啊、余量并生情节啊这种可能就比较不会用难兄难弟来去形容，所以我是先猜 B 啦。可是过去的成语到现在的方式又不一样，有的时候意义都会变。我们做过很多这种题目，就是过去形容那样的，原来现在不是这样形容。对，所以要考起初嘛。本来是坏的变好的，对，好的变坏的。难兄难弟不是烂兄烂弟了，所以应该是 A。他说不是烂，是难分高下，难兄难弟。宣制。哎，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兄弟的才华难分高下。其实呢，一开始是叫难的感觉，意思是说，如果做弟弟的太有才华，那我做哥哥的难为兄；那做哥哥太有才华，做弟的难为弟。所以一开始是难兄难弟，然后到了现代呢，才有人用反义来嘲讽，哎，你们2个能力一样差，或是你们曾经一起同甘共苦。13000，请进李静娘的账户。欢迎啊，2位请到这里。那接下来进行第2轮，请出题。膀胱也会过动，请问
膀胱过动症除了频尿之外，还有下列哪项症状 ？A. 身体碰到水想尿尿 ；B. 吃到甜食想尿尿。请作答。好，马上就分两派系不一样。廖院长。因为你频尿应该会被一些就是外在的感触去引导就是那个尿液啦，应该不是食物，所以我的选择是 A， 你身体碰到水，你的感触触觉上面会引起你这个尿液。对。你这样为什么想吃到甜食不想尿尿？身体碰到水想尿尿太不可思议了吧？如果去游泳的话，哇靠！我们每次洗澡不是水一冲下来你就想尿吗？你就在那边尿了。对啊，你就直接啦，你就直接。不是，我们在家洗澡一到家里很累嘛，那你卸妆麻烦了，就先冲头然后卸妆嘛。所以它是正常的嘛，所以它膀胱就没有过动啊，因为每个人尿尿。哦，你讲我这是正常的。所以不正常就碰到甜食它就。对，就开始。那为什么是甜食？我觉得可能一些比较刺激性的东西都有可能会想尿尿。黄院长也是这种想法嘛？我给我自己想的答案，大概主要是因为会不会吃甜食的时候，里面我们吃甜食血糖升起来啊，它里面会有一些其他的内分泌的像胰岛素啊，其他的这个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影响以后。因为其实膀胱过动症其实有一部分主要应该还是跟神经的过于刺激有关系。这两个男生选的都一样啊。对，但我们应该都还没有膀胱过动症，没有问题。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身体碰到水想尿尿，其实哪些人会比较容易有膀胱过动症呢？如果年纪比较大啦，或是停经以后的妇女，那她有时候会尿急、频尿，然后甚至你晚上起来一直尿尿，就会影响睡眠，所以生活品质大大的降低。很严重的膀胱过动症的人，甚至洗手的时候碰到水，就忍不住有一种尿意的袭来。但是呢，你只要确定赶快去检查，如果你不是泌尿道感染之外呢，你其实改变生活的形态或是药物治疗，其实是可以比较好转的，甚至还可以注射肉毒杆菌哦。对，听妇产科有讲过，打过之后就不会有这么夜尿了。来，两位请休息一下，谢谢。加3000。请行长记得来我们诊所打肉毒杆菌，因为你刚刚的表演，你应该是有过动症。我这边可以就是补充一下，膀胱过动症有一类的食物是的确会加重，就是柑橘类。来看我们这集是不是有收获？有，从脸整到膀胱都来。来，下面一题，请出题。要有一头亮丽的秀发，洗头发的时机也很重要。根据皮肤科医师建议，什么时机洗头对头发最好 ？A. 早上 B. 晚上。请作答。这个问廖燕丽最清楚了。其实，严格来说，我是这时候才认真想这个问题的，然后，但是我就想到我家的小孩为什么每天都要早上洗头？因为他们睡了一个晚上以后呢，他们的头觉得出油出了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出油出得多的时候去洗头，你才能真正的把油脂洗掉，然后不会洗掉过多的油脂。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晚上。有些人习惯早上再洗头，但是皮肤科医师呢，其实有建议晚上洗头会更好，因为夜晚的时候我们在修护嘛，那你的毛发也会再生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啊，你的废物跟脏污都阻住你的头皮的毛囊了，那影响血液循环修复就不会这么顺利。所以晚上睡觉前呢，把头皮洗干净，干干净净。晚上10点前早点睡觉，尽早早睡，再生状态会更好。好，来。两位请回来，这么快就回来了，就死了。因为这个3000块是第2轮，你们没人答对，又累积到下一轮，就跟刚刚是一样。对，现在是最后一轮咯，胜负马上就看这一轮。第3轮，请出题。现代人怕胖，很多人会吃水煮餐，但要注意，长期吃水煮餐可能会有什么状况 ？A. 皮肤干燥 B. 脸颊凹陷。请作答。唯一一个皮肤科的，哇！他选脸颊凹陷，不选皮肤干，因为我觉得2个都有脸颊会凹陷，吃这么快，水煮餐马上脸颊凹陷，长期啊？对，水煮减肥药是不是？
对啊，应该不至于吧，对不对？应该是会皮肤干燥，因为油脂会太少，缺油嘛。对，我缺猜啦。多油。哎，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皮肤干燥。长期吃水煮餐有几个缺点啊，容易便秘啊，荷尔蒙失调，缺少饱足感。那因为很重要，你缺少油脂的话呢，当然你的皮肤跟头发的润滑度会下降，因为啊，你没有油脂就会减少脂溶性的维生素吸收，而且你肠胃没有油很难大便。对，你没有好的油啊，滑不下来，哇，痛死！摩擦的比较对，来，请休息1秒，加4000、7000了。下面一题，请出题。在吃日本拉面一定要吸得很大声，请问为什么吃拉面要用力吸面呢 ？A. 帮助降温 B. 有礼貌的表现。请作答。大家都知道吗？表示很好吃，对不对？对，在日本。他要把汤喝掉。对，日本人觉得哇，太满意了。对啊，日本人除了吃拉面接吻也很大声啊。有训练过。你现在还在看日本？群组都很多啊。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帮助降温。其实这真的是个误会，大家以为到日本吃面就是要很大声，是尊重那个拉面文化，但其实不是。原因是因为拉面是你要快吃，然后你同时又想要吃到汤汁跟面。所以你才会故意吸的比较大力，那不烫死，吸还是会烫死啊。对，可是就是它就是一点点汤汁，然后还加上你这样子的时候，是不是你那个空气进来，你可以快速的降温，所以快速降温又可以汤汁跟面一起。因为你看日本人吃意大利面就没有在那边。他会卷，他会一直卷，他就这样卷汤汁那边就好啦。所以大家是个误会，所以以后到日本也不用特别大声，自然就好了。请回来。好快啊！没有，7000块就不能入账啊！对，我们宣布他们奖金。好的，廖医师15000，肖医师15000，李医师22000，黄医师9000，王医师6000。果然，不要看我们没有滑田李下，没问题。李静娘是冠军哎！哦，前面吹的也成立了，对，也成立了。马上进行最终决战 ，Battle ATM。哎，恭喜哦，李院长，对，奖金之所以没高，是因为他们都很厉害，奖金都分摊掉，分散掉了，并没有单独一注给他。没有。来，请插卡。这行长给我的提款卡。是的，你插进去啊，这应该没有额度哈。没有。金库请打开，里面有27000块是你的，对不对？22000，来，先经过2道密码提示，请看。你有2个密码可以选择，分别是总笔画31画手术房器材，或是总笔画48画性功能障碍。手术房的器材不能乱七八糟，乱七八糟也是，不能乱七八糟也是一个成语嘛。井然有序，井然有序。31画是什么？性功能障碍呢？生不如死，有气无力啦。那是无生意，垂头丧气，垂头丧气，对。可是48画。你要选哪一个？我觉得性功能障碍基本上不太可能发生在我的人生里面，所以你不会用这个，所以我选看好了。好吧。性功能障碍，他挑战这个啦。手术房的器材到底会成什么样子？4个字成语，请出。就是有条不问。我猜中了，对啊，有条不问。刚行长就猜中了，我就觉得可能有泄题的风险。这个问你会写吗？如果是真的要这样，我会啊。你看他们手术房一定很清清楚楚嘛，对，要不然你就乱拿乱刀子，那个不行啊。对啊，而且消毒的很好。然后顺序啊，这个专业的医生手一拿出来，护士就会递。那你还需要讲说什么刀吗？不用，不用讲。没有，你手要这样，手套啊，没有手套它会撑开，你要这样。对，对不对？对。然后开刀的时候就拿，然后他帮他擦汗这样。所以影集都要先去刷手。对，器械一定要摆的有条不紊，有条不紊才不会出差错。OK， 那接下来挑战性功能障碍，金笔拿起来。你的题目是？不是抬举，太简单了。计时1分钟，开始计时。
好啊，要先这个要先算完，然后按笔画，盯着你的笔画计划，用这个笔，用这个哈。他喜欢用清楚。清楚。我是用手他们。相信他的手。忘记算。好。笔画。完了，不会算的。还清楚。还要简写吗？不行，简写。不能简写。不是，你刚刚那样写可以啊？可以吗？刚刚那个可以啊。刚刚那不是简写。那个不是简写啊。哇。完了，他完了。好，举写完。哎呦，等一下，笔，等一下哦。等一下。没关系，不会给你倒数。好，可以了。等一下，来。等一下，来。好，再一次。停，时间也到了，1分钟也用完了，对不对？好，不是抬举，2、3、4、5、6，少了。曲不难写的，但是问题的笔画很难，对不对？试试看，04190814，对或错？很少哪一个少啦？我们看正确解答。17哦，好难哦！来，谢谢，跟金哥说拜拜。可惜，就是一个笔画，对，字越简单，笔画要更谨慎，对不对？对啊，暑假来临了，大家正是可以花一点时间，因为暑假大家学生有学生潮嘛，对不对？保养皮肤的啊，把自己弄美丽的啊，所以大家呢，也是要询问的专业的医师才行啊。谢谢大家今天参与，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各位。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谁敢来 battle？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